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8月26号星期三，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3666人，确诊人数是237202人，死亡率9.98%。纽约州的死亡人数32918人，确诊人数是435931人，死亡率是7.55%。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81140人。确诊人数是5896094人，死亡率是3.07%，恐惧指数是22.03，非常低。油是43块4毛1一桶，黄金是1935美金1盎司，小麦还有糙米还有大豆的价格非常平稳。那么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也很平稳。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6块9毛4兑1美元。那么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那就是关于新加坡有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它可以在冷冻肉品上存活长达3个礼拜，并且警告说受污染的食物恐怕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爆发。研究人员是从新加坡超市买来冷冻的鲑鱼鸡肉和猪肉，并将其切块加入病毒，然后按照跨国运输食品时的标准温度予以保存。经过21天后，仍然发现病毒存活。那么标准冷藏温度为摄氏4度，冷藏则是摄氏零下-20度。那么提出警告说这可能是一段时间内未出现病例的国家和地区疫情会突然爆发的原因。近期越南、新西兰还有中国部分地区又未出现病例之后近来又爆发了疫情。我们知道古人有面纱，现代人有口罩，那么遮住鼻子和嘴巴增添了一些神秘的一些感受。我也许说是美感吧。那么你戴了口罩以后真的是会让人有一些更多的吸引力吗？经过对于500人的测试将他们的脸披上口罩以后那么这个研究是由天普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宾州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共同完成的。他们的研究使用了一个不同种族的男女的面孔，要求受试者在面孔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将其分为不吸引、中等或者吸引的3个级别。研究人员发现，只要将口罩给披到面孔上，那么受试者回答吸引的比例明显提高。很多人他们认为眼睛是吸引力的关键来源，但这项研究证实，那么口罩遮盖住的部分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研究中还重申一个论点，就是让面部的对称与和谐是影响吸引力的关键因素。如果面部的特征不和谐吸引力排名偏低。那如果将不和谐的部位遮住时，吸引力就会上升。这是一个好的结论。8月25号星期二，党媒有人说是叫人民日报，有人说叫什么日人民报，但是他发布了这个蓬佩奥演讲的一种事实真相，全文3万多字，分为26条，逐一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涉华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论。主题涉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到近期中美关系的热点话题，比如说新冠疫情、双边贸易、华为 5G、新疆、香港和南海问题。我们知道这次可捅大娄子了，蓬佩奥是打算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的。那么难道人民日报开始那么早就为蓬佩奥助选吗？我们知道经济的冬天快来了，那么消费降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二锅头和榨菜的销量增加了，那么到处是充满着如何充电学习投资自己准备过紧日子的这种不确定的未来的这个口号。中国当然也发生了节约粮食的这个号召。美国很奇怪，消费还是很强劲。那么人们都说美国不是穷人多吗？那么中国的海外豪奢军团不是说经常管他们叫美国的朋友叫做穷逼吗？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美国人还在花钱？
从数据上看，美国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在几万亿美元，盘踞居世界第一位，而且同比保持增长。我们知道内需是一个经济体的一个自重，那么自重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体啊，它会让其他的小经济体呢围着它转，就好像是小猩猩围着大猩猩转，甩都甩不开。有人就纳了闷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还多，而社会的零售总额却在美国之下，美国人为什么那么敢消费啊？那么3亿人口的美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呢？我们看一个国家的消费力强不强，主要是看4点：一是人口数量，2是收入水平，3是消费观念，4是社会福利。那么美国有3.2亿的人口，那么和中国相比呢，不算多，但是放眼全球呢，也可以说是排名第3的人口大国。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足够多的人，要想成为全球消费大国是不大可能的。那么关于收入水平呢，我们看一下全球的居民收入排行榜。那么美国的人均收入呢，虽然没有进全球前3名，但是排名是在全球第5，也很不错了。何况美国的中产阶层呢，它是消费的主力。美国的中产占人口的比例呢，以及年收入水平都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人均的收入增长也快，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它的家庭收入增长了34%，而低收入水平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了28%，加上全球第3的人口基数做保证，这些都是拉动内部消费的有力保证。那么在消费观念上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截然不同。美国人更热衷于超前消费，因为他们深知把钱留在身边是会让资产贬值的。同时，美国的诸多政策呢，也是有力的支撑了美国人民的超前消费。首先，美国的征信制度非常完善，大到买房买车，小到买餐具，美国人都可以靠贷款实现，可以分期付款。当然，中国现在也开始有了。美国人的信用卡，它的持有数是中国人的8.5倍，而且付款无需密码，只要签字，都是因为有诚信制度呢做保证，使得刷卡人呢不敢造假。同时，为了刺激信用卡消费，那么各个银行还会推出使用信用卡的福利，比如说开卡赠送礼品啦，刷卡消费返现等等，全是因为美国有完善的征信体系。最主要的是，美国有一批敢于消费、不惧未来的中产阶级。中产这个概念啊，它始于20世纪。当时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他曾经说过啊，要让我的工人买得起汽车。那么当时工人的日薪是只有2到2.5美元，除去基本的生活所需，那么工人的口袋里是攒不下什么钱的。那么因此，在发完工资以后呢，很多人都是去酒吧一醉解千愁，没有人想过存钱，即使存也存不下多少，因为缺少消费种类的支出，社会经济循环基本没有，一个地区的经济基本上就是一潭死水。而当福特大幅度提高工资以后，从2.5美元提高到5美元每天，并且工作时间率先由12小时缩短到8小时以后，引起了全国产业工人蜂拥而至。福特选择了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享受他的高工资。所以这群工人在领到薪水以后呢，没有去一醉方休，而是选择了储蓄和消费。所以当工人的收入提高以后呢，他们会需要住房，这就拉动了建筑业的生意，同时又创造了一部分的建筑工作岗位。那么福特的工人需要穿得更体面，因此就拉动了服装生产和原材料生产的就业机会。他们会购买更多的生活用品，因此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带动这些人有了更多收入以后，又会去消费其他人提供的服务，那么一个地区的经济就这样带动起来了。而当这个地区的经济变好以后，自然有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汽车，钱就这样循环回来了。同时，福特还发明了流水线生产的方式，使汽车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在福特公司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的同时，汽车工人有了钱，工人就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他的消费，于是
中产阶级就诞生了。所以当美国完成了西部扩张以后，在领土扩张上呢，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了。那么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经济增长的金矿，这就是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正是他们带动了巨大的社会内需，支撑起了美国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在福利上，我们都知道美国不是福利国家，跟北欧相比呢，福利相差太远。但是作为底层的民众啊，在美国却能生活得很好，因为它的医保、它的社保、它的教育体系相比中国要完善太多。底层的老百姓呢，不会担心因病致贫，不用担心上不起学，不用担心住不起房。而美国的医疗制度，它的着重点就是对于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不管你有钱没钱，先看病后买单。你有钱，那你就自己掏钱，或由保险公司支付。你是穷人，就由政府买单，连住院的伙食费都是由政府出。所以让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不惧怕未来，才能敢消费、愿消费、想消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准确的是说，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近来急转直下。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文化圈子里呢，总是说这是老大对老二的打压。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有一种争霸的行为。这种说法呢，其实又是党文化中的一种欺骗。如果一个警察正在拘捕一个绑匪，而这个绑匪呢，他绑架了无辜的人质，对他们进行洗脑、灌输仇恨，不听绑匪的话呢，就以酷刑杀害。每一个看到这个场景的人都不会说这是警察和绑匪在争霸。这也是正是当前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本质。美国是当今的世界警察，我们姑且不说他的警察好不好，称职不称职。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据统计有1600万到4000万人死亡。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有5600万到8500万人死亡。那个年代的人们尝尽了战乱之苦，幸运的是，在这之后70多年以来，世界再无大战，多少中小国家都能安居乐业，不用担心被大国吞灭。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二战后力主建立自由世界的秩序，废除之前的殖民体系，在维护这70多年的世界和平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么如果没有美国光是在共产党阵营内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早就会厮杀得不可开交。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中苏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双方在边境陈兵100万，苏联并且计划对中国共产党实施核打击，但苏联最终因为美国的因素而止步了。同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他们党内的斗争非常残酷，不同国家之间的共产党呢，也是斗争非常残酷，尽管他们之间互相称为同志，但是他们都信仰马克思的斗争思想，所以是越同志越斗争。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不称职之处，就是过去40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行为。美国向来对于中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早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时期呢，美国就以中国的保护者自居。就是这种特殊的情感，让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计策屡屡得手。那么当时中国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继承者，才让美国发现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外来文化的绑架者，那么使整个中国呢，被美国认为是绑架了国家，绑架了14亿国民，让中国人不加思索就相信呢老大斗老二的说法。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呢，老大斗老二、人斗人的故事呢太频繁。美国人相信毛泽东斗刘少奇、斗林彪，邓小平斗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斗胡锦涛，习近平斗所有的人。那么被言论管控的中国人呢，他看到的都是这些斗争的故事，却看不到外面全部的世界。斗争并不是人类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在美国250多年里没有发生过类似共产党内部的这种老大斗老二的事情。美国多次的政权交接都是按照法治、按照流程走的，
不只是政权交接，自由社会的诸多方面也是这样运行的。所以一方面信仰不择手段的斗争，一方面遵从法治和秩序，这就是美国心中现在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关系急转急下不可能共存的原因。美国和中国叫板的下一个战场很可能就是金融领域了。那么现在呢，有关美国是不是要把中国踢出了这个 SWIFT 系统的问题呢，引发了大量的争议。美国如果这样做呢，它就是把中国排除在了美元体系之外，切断了中国金融机构和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那么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呢，他非常担心中国成为金融孤岛。美国已经在金融领域里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了提议呢不把符合这个美国会计准则的这个中国公司啊在美国上市，并且赶出去。而美元的结算体系呢，那么虽然全球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接入了 SWIFT 系统，那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和其他国家银行进行交易，而目前绝大部分的国家跨境交易就是以美元结算的。那么尽管总部设在比利时的这个 SWIFT 是一个国际合作组织，受欧盟法律的管辖，但由于美元在收付清算中的主导地位呢，美国对于 SWIFT 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前美国曾经宣布对于朝鲜和伊朗的金融制裁以后呢，这个协会呢即刻限制了与这些国家的金融交易。我们知道中国所有的国有银行它的包括商业银行都加入了 SWIFT 的系统。这就意味着一旦受到了美国金融制裁，那个 SWIFT 可以将这些机构排除，导致中国无法在世界任何地方结算美元交易。那么包括中国的证券公司比如说国泰君安曾经在报告中称，如果美国把中国排除在 SWIFT 系统之外，中国每年可能会损失3000亿美元的贸易，超过9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和8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美国的制裁风险呢，并非遥不可及。川普政府呢，曾经宣布将惩罚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个人和继续与这些人来往的中国金融机构。所以现在中国呢，非常强调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苦于先天不足。那么有一个中国想跳过 SWIFT 系统的一个系统，叫做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叫做 CIPS， 而这些呢是中国呼吁世界多加使用人民币的动力，来降低对于美元的依赖。但是问题在于根据统计，目前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总比例呢不到2%，这全是因为中国它实施的所谓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它严格控制了人民币的流动，把人民币呢纳入外国央行外汇储备的进程呢非常缓慢。当然了，如果真的是没有这种管理制度的话，人民币对美金根据折算很可能是16人民币或者19人民币兑1美元。蔡霞女士，我们看到了她是中央党校的教授，那么最近发现她此时是身在美国，他受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处罚，其中一个具体的罚项呢，就是被取消相关的退休待遇。被罚的起因呢，就是蔡教授他有一次在聚会发言中不小心被人录下来了，他的录音被流传到社会，其中说共产党是政治僵尸，说共产党是领袖是黑帮老大，党内呢从众的都是黑帮老大的奴才，并且有60-70%的人呢心中是反对共产党的。那么这种理论呢，导致他被取消相关的退休待遇，所以让美国人很混淆，这个退休待遇和他的言论有什么关系吗？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有这个辛普森的谋杀案，发生在1995年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一个公开庭审的法律实施过程。辛普森先生呢，他作为谋杀案的被告呢，在该案宣判时呢，被判谋杀罪不成立，但是刑事案宣判后的这个家属把他告上了民事法庭，被判对2位被谋杀者的丧生负责，并且被判罚支付
被谋杀者这个家属呢3350万美元的罚金。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啊，因为辛普森呢是大球星和电影明星，当时是富豪。那么同时啊，由于辛普森本身自己啊，他就有退休金，而这个退休金呢，并不需要用来赔付民事诉讼的赔偿。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退休金呢，它和这个民事赔付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当时呢，他的退休后收入呢，能够年收入30万美元。那么同时，手握着法院判赔书的2位被谋杀者的亲属，他们根本就动不了辛普森的退休金。为什么呢？因为退休金呢，就是给上了年纪后丧失了继续劳动能力的人的一种预先的弱势照顾，所谓的老弱病残啊。而美国照顾老弱病残呢，就是对被照顾者呢非常的客气。有这个立法叫做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1974，它来用法律来确定弱势者，对他进行保护。任何机构、任何部门没有权利来取消他的退休金。弱势的退休老人的生存力不被侵犯，连带着那么对于老人的退休的福利待遇绝对是不能碰的。而蔡女士呢，莫名其妙的被取消了退休待遇。但是我们知道她伤害什么人了吗？结论是没有。她被判案子了吗？没有。她的退休金有法律规定必须被取消吗？没有。所以她的取消相关退休待遇其实是非法的。所谓的退休金实际上是人权的一种，那么你取消了退休金，难道就是侵犯了他的人权吗？所以我衷心的相信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黑社会，那么习总也绝对不是黑帮老大。所以如果他们不是黑帮，不是黑社会的话，那么还是把退休金还给蔡教授吧。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